首领，今日没有什么消息。这几日没接到人，恐怕周司使已进入北营了。经理抓了个探子，说你偷了招人。这没影的事儿编得出来。要么你这儿有内鬼，要么皇都里出了鬼。北地就这么些人，要查容易。四师问你，护送你来北地的是什么人？你别告诉我是七秀司司使。我很早就喜欢他了。你该知道七秀司是做什么的，这是你的私事，司书本不该过问。可这里面实在太过凶险了。你要知道，你二人的身份如果有朝一日分离，你该如何全身而退呀？那群土匪个个会使暗器，单冲着叶先生他们来的，把他们围得脱不了身。我从没有想过要全身而退。你还有事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对不对？我得回趟宫里。是宫里的事啊，看来真的遇到大麻烦。世子，此事体大，常情不敢擅专，还请世子做主。黄伯父怎么了？官家昨日下朝以后，说年下政务繁忙，乏得很，要小睡一下。结果这一躺下，奴婢便再也唤不醒官家了。立刻关闭宫门，严禁内外走动，召集七校尉，与禁军一道封锁进宫，宫人内官尽数提来审问。昨日，陈氏可去过承禄宫？冤枉，我是冤枉的。宫里上下人头都查遍了，连只苍蝇都没少，可就是六皇子不见了。下官无能，陛下脉象微弱，气血凝滞，若无法可解，恐怕7日之内便会。你先去睡吧。怎么还没睡？怎么样了？哦，他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没有什么伤，你就让他们带去休息了。我说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说起来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给了我这个小玩意儿，要不是我送了你这个小玩意儿，让你觉得心里有了依靠，你冲上去之前还得多思量半刻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今天那两父子算是豁出去了，就算杀人灭口也不奇怪，你都不知道怕吗？以前祖父也常问我，是不是天生少根筋，老虎的胡须都敢拔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怕的更少，长大了懂得多了，反而胆子小了。从前我害怕自己做不好闺阁淑女，让祖父失望，让花家丢脸。长大后，我怕自己担不起长家的大任，辜负祖母他们的信任。哪怕现在回城里，我还是觉得如履薄冰。我母亲每晚都睡不安然的，她生怕一醒来就又重新饥寒交迫。他们比我更怕，所以我不能怕。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，我得护住他们。花枝，我说错了。光嘴上赔不是可不行。那从明日起，我便从头教你如何使用这袖剑，再教你些拳脚防身，可好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召集护院，重新给他们立规矩。你既聘我做武先生，应该也有这层思虑在吧？那就多谢燕先生。花枝，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至少，在我离开之前。哎呀，终于把那个姓李的给打发走了，我这心里呀也踏实多了。哎呀，可不嘛！可是咱们要重新雇一个人，又不知道他的人品如何。哎呀，这老天也怪，把男人都生得高高大大的，咱们又敌不过。你这话可不对啊！我看你们家大姑娘一个人
可以抵好几个男子呢。我要是不来啊，都不知道二婶在背地里夸我呢。我正在跟你娘商量聘请护院的事儿，正犯愁呢。你说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万一再请来一个跟李贵啊、李健似的，怎么办呢？二婶放心，我同燕先生说好了，他在咱们家里当一天武先生，就顺便看一天护院，我多开一份工钱就是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！要不说咱们家运道好呢，这么齐整的一个郎君，又是芍药的亲哥哥，竟然愿意在咱们家做2份差事。大姑娘，你可得千万把他留住了。对呢，对呢，我给燕先生做2身新袍子，你亲自给他送去。听婶子的。让鲍夏再去买2双鞋，多买几斤好茶叶。你平日里啊得打听他爱吃什么，爱用什么，对症下药才好。你年纪轻，人情世故不太懂，万一真的把他得罪了，他心凉了要走了，可就……二婶，我去帮你看看伯里上课吧。这一老一少美女间，竟有几分相似啊！他们是父母。今日没白来啊，竟赶上一场父子相争的戏码。偌大个酒楼，争斗一主是一出好戏。兄长看得高兴。若是做爹的输了，我是高兴；做赢了，便没意思。那想必不会让殿下失望。对不起啊，怀侄，我得走了。陛下脉象微弱，气血凝滞，恐怕7日之内便会。如今官家一睡不醒，这局胜负早已定了。今日起，花季、白季同楼竞技，5日之后，筹多者胜。怀侄，我们离得越近，你离应验的宫廷也就会越近。花纸姑娘，今日好热闹。顾妍希，谢谢你叫我骑马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谢我了？今日我骑在马上，第一次带大家出门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跑得更快、更远。看着他这么高兴，我心里竟然也觉得同样高兴。原来人与人的心是可以如此相通的。我想用不了几日，他们便会动身离京。你带些好手，一路沿途查索，无论孤身还是结队，宁肯错杀，也不换。去。什么情况？前面有个山谷，要小心一些。你说前面那个山谷，若是行军打仗，会如何？要么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；要么瓮中捉鳖，如探囊取物。鱼。好一个铁嘴钢牙的花大姑娘啊！我们所要求的并不多，只要杨琦与我姑母和离，并且赔偿我姑母200贯。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我们才不要你的命，我们要你卖房卖地，欠债还钱。这回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该如何还我这份人情。怨妇着火了，同他的主人一起。明日便会议论四季，变成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你俩。